统领喊了13天的狠话，一次比一次宏大。果不其然，大家迎来了他最毫无预兆的 taco。纽约时报等美媒爆料说，是因为美军的弹药撑不住了啊，储备告急。那也有自媒体观点说，是因为亚马逊的数据中心啊被炸了，动摇了美国科技战略的根本。那之前呢，还有说啊，万斯出来逮着以色列啊狂喷，是在跟特朗普唱红白脸，要极限施压呢。哪有这么直接的原因呢？如果打得过，美军就算清空库存，他也是会打的。炸一个亚马逊的这个巴林的数据中心，就能让美国民军收兵。真要是那么好用，阿联酋早都是美国的心头肉了。阿布扎比和迪拜才是美国科技巨头们投资最多的数据中心的核心所在地。2025年被寄予厚望的那个星际之门，就在阿联酋。那现在被炸的是一魂出世，二魂升天，停火啊，跟美国要保住科技供应链没有任何关系。至于说万斯和川普的红白脸就能给伊朗极限施压，那伊朗还要超高音速导弹干什么？根据伊朗方面的数据，这一轮美军在中东基地的288个目标遭受到打击，11架战斗机和直升机被毁，17架死神等型号的无人机被毁，埃尔比勒基地的基础设施完全被摧毁。问你要是取得了这个战果，会不会被2个满嘴跑火车的政客唱一个红白脸就吓着？实际上，从特朗普啊天天高喊倒计时，然后要大举进攻了，到秒停火，恰恰是伊朗这一次一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胜利。对，伊朗也玩的好一手极限施压。首先第一层就是火力施压。华尔街7月25号报道啊，他的一篇文章叫做廉价、精确和致命，伊朗最好的导弹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这篇文章中就说啊，一款叫做城堡破坏者的弹道导弹是现在德黑兰军火库的主力，这是一种廉价、机动、精准的武器啊，射程至少900英里。这种导弹呢，可以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组合起来，来迷惑美国的防空系统，并且呢，携带爆炸弹头可以在最后的飞行阶段分离出来。然后呢，导弹前端还配备了一个小型的发动机，使其能够在以每小时6000英里的速度接近目标的同时调整方向。那伊朗呢，据估计啊，战前呢存储有2600枚该型号的武器，每枚价值75万美元。可是要拦截一个城堡破坏者，需要12枚剑3拦截弹啊，总价1.2亿美元。所以火力极限施压，它不仅是炸得准啊，还炸得猛，它还烧美国人的库存和钱包啊。短短几个月的冲突，老美已经消耗掉了精确制导弹药总量的1/3，其中防空系统是大出血啊，总计约360枚的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已经消耗到了190到290枚，占整个比例的80%啊。那总计约410枚的 SM-3海基反导导弹消耗了130到250枚，接近半仓见底。那2330枚的爱国者防空导弹消耗量也超过了60%。防空弹打光意味着耗资数百亿建立的美军基地、昂贵的战机、军舰乃至盟友的领空都将成为不设防的标靶。前线指挥官甚至不得不选择性的拦截，放弃部分次要目标以节省弹药。所以不是巴林的亚马逊数据中心被袭，美国就被捏住了命门，而是现在整个中东的美国资产都处于防不住的风险暴露状态。防吧，这个东西还没有弹药贵；不防吧，那弹药是用来干嘛的呢？可以说呀，在神坛上待久了啊，这武器当法器用习惯了，这笔账呢压根儿没算。那防空的账没算呢，进攻性弹药的账那就简直是一个黑色幽默啊！就这13天扔出去2000多枚精确制导导弹，作为主力的战斧巡航导弹，过去10年平均一年采购了不到90枚，前几年更是只造了34枚，一天扔几十枚，一年产量都不够前线霍霍半天的啊！所以前2天战争部长赫克塞斯和副统领万斯去国会要钱，张嘴就要1.5万亿，国会老爷们看都看不下去了啊！这钱批给你，哪有产能给你生产呢？他俩现在就像2个精神小伙跟家里要钱，干嘛呢？说我要批发龙蛋孵化，然后承诺等养大了之后可以称霸一方。他手里1没有产线，2没有工人，3没有关键矿产，哪有龙蛋给他俩孵啊？美国打仗它有这么一个特点，打得势如破竹的时候去要钱，从国会到联储，不管什么立场都不会耽误给自家这祖传的生意输血。但是要是打的骚眉大眼的去要钱，其实就是在甩锅要不就说国会没给钱，或者就说钱没给够，然后耽误了前线，然后呢国会再把这个锅甩过来，如此呢循环往复，最后选民们各自站队，无人对这次失败负责。
刚开打的时候我就说过，美伊冲突 2.0 真正争夺的核心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伊朗要，美国不敢给，给了美元就要出问题。所以伊朗想要海峡，就需要在事实上拔除美国在中东的各处战略资源。这些战略资源有形的部分是基地、武器、雷达这些物资，无形的部分就是盟友的心态，包括中东的盟友和北约的盟友。这两类资产现在也都面临着伊朗的极限施压的挑战。美军在中东的基地性质其实更接近于祠堂，那些建筑如同圣殿，是对美军不可战胜、皈依美国的保护就能获得安全的信仰载体，是先有了这样的信仰，才有了这样的载体，这样的安全皈依的心态才有了美军基地在当地的落成。那不是建筑物和武器的结合体，那是美国真正得以控制海湾、控制石油的精神支点。有这些基地在，那种秩序就在。而这些基地被摧毁，同时被摧毁的还有海湾国家笃信听话就有安全的迷信。